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半夜3点，我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震动声惊醒。房间里漆黑一片，只有床头的手机荧幕发出幽幽的白光。我皱起眉，伸手摸过手机，荧幕上显示着一串陌生的号码，后面还标注着未知来电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心想这大概是诈骗电话，正准备按掉，却发现来电画面没有拒接的选项，只有一个闪烁的接听按钮。一股莫名的寒意窜上脊椎，我的指尖悬在荧幕上，迟疑了一会儿，终究还是滑动接听键，将手机贴近耳朵。喂。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传来微弱的杂音，像是电流的滋滋声，又像是有人在细微的呼吸。你不该接的。我猛地一颤，这声音听起来竟然和我一模一样。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握紧手机，强迫自己冷静。你是谁？那边停顿了几秒，然后用一种低沉的语气缓缓说：我是你。空气顿时变得冰冷，我的手指颤抖起来，喉咙像是被无形的手扼住，发不出声音。这是什么恶作剧？我强装镇定，嘴角抽动了一下。如果你不信，对方轻笑了一声，声音带着诡异的回音，像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说话，看看你的床底下。那一刻，我浑身血液都仿佛凝固了。手机荧幕的微光映照在天花板上，房间内一片寂静，只有我的呼吸声急促起伏。我不敢动，甚至不敢眨眼，害怕自己真的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。但恐惧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我。我咬紧牙关，缓慢地僵硬地低下头，朝床底下望去。黑暗中，一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那张脸和我一模一样。我心脏狂跳，像要从胸口冲出来。那个我脸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，眼神阴冷而空洞。更可怕的是，驼的手指缓缓地伸出来，像是正准备抓住我的脚踝。我猛地翻下床，颤抖着站起来，死死盯着床底下。然而，那个东西不见了。床底下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手机还贴在我的耳边，对方的声音再次响起：跑啊！我吓得丢开手机，喘着气冲向房门，手忙脚乱地扭动门把，但门锁死了，怎么转都打不开。手机荧幕闪烁了一下，自己重新亮了起来，上面跳出了一条讯息：太迟了，他已经知道你发现他了。房间内的空气变得诡异起来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逼得我喘不过气。我颤抖地回头，房间内一片漆黑，但角落的镜子里却映照出了一个影子。那个影子正慢慢地从镜子里走出来，驼的动作诡异之极，像是影像卡顿了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挤出镜面，脸部扭曲变形，双眼漆黑无比。这不可能！我颤声呢喃，双腿发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影子越来越近，嘴角缓缓裂开，露出一排尖锐的牙齿。你不是我，我是你。影子低语，声音像是由无数个我的声音重叠而成，回荡在房间内。只是你不该存在。手机荧幕再度亮起，上面出现了一条新的讯息：他要取代你。我的呼吸停滞了一瞬间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影子伸出手，朝着我的脸摸来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拼命地往旁边一滚，险险避开驼的手。驼的手掌擦过我的脸颊，带来一股冰冷的刺痛感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从我体内被抽走。不能让驼碰到我，驼想夺走我的存在。我猛然站起来，抓起床头的台灯，朝着镜子狠狠砸去。砰！镜子碎裂的瞬间，
那个影子发出凄厉的尖叫声，声音刺耳的，仿佛要把我的灵魂撕裂。我痛苦地捂住耳朵，却看到镜子的碎片里映照出无数个我，他们都扭曲着，笑着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然后，所有的我都同时开口，用诡异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还以为你是原本的那个自己吗？”那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。世界开始旋转，房间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我的视线变得模糊，仿佛有无数个自己在拉扯着我的意识。我的头剧痛无比，身体渐渐麻木，像是正在被什么东西吞噬。我是不是真的还是原来的我？黑暗中，最后一个画面是手机荧幕上的一行讯息：已成功更新。荧幕自动熄灭，世界归于寂静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在家，百无聊赖地滑着手机。客厅的灯已经关上，只剩手机荧幕的微光映照在我的脸上。我窝在沙发里，刷着社群软体，眼睛已经有些疲惫，但又没有想睡的感觉。荧幕滑着滑着，我突然看到一篇贴文，有人在讨论午夜自拍挑战。据说，只要在晚上12点整对着镜子自拍，就有可能在照片里看到不该出现的东西。我笑了一声，心想这大概又是某种网络上的都市传说。但不知怎地，或许是太无聊了，又或许是某种莫名的好奇心作祟，我鬼使神差地站起来，拿着手机走向浴室的镜子。浴室里一片漆黑，我伸手打开灯光，白色的灯管闪了几下才稳定下来，映照出镜中的自己。我对着镜子打量了几秒，深夜的光线让我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，眼睛里浮现一丝血丝。来试试吧，我喃喃自语，调整好前镜头，对着镜子按下快门。咔嚓，手机荧幕闪了一下，照片出现在相簿里。我随手点开，仔细端详，却没有看到任何异样。果然是骗人的，我笑了笑，正准备把照片关掉，却突然觉得有哪里不对劲。照片中的我好像笑得太诡异了。现实中的我刚才只是淡淡的露出一个无奈的微笑，但照片里的我嘴角却比我印象中的还要上扬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扭曲。更让我觉得怪异的是，我记得自己站得很直，双手拿着手机自拍，但照片里的我肩膀似乎微微倾斜了一点，像是有人从背后轻轻地按住了我的肩膀。我猛地一颤，头皮发麻，视线不由自主地往照片的背景看去。就在我的肩膀上方，有一张脸紧紧贴着我。那张脸苍白无比，嘴角扯出一个诡异的弧度，双眼漆黑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操！我惊恐地把手机甩开，心跳快到几乎冲破胸膛。不可能的，我刚刚站在浴室里，确定四周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有另一张脸出现在照片里？深吸一口气，我告诉自己一定是灯光反射，或者手机出了什么问题。但我的心却无法冷静下来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颤抖着捡起手机，想再看一次照片。但当我打开相簿时，刚刚那张照片不见了。它没有在最近删除的资料夹里，手机的搜寻功能也找不到它，仿佛它从未存在过一样。我的手指颤抖着，心底泛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那张照片是我亲眼看到的，绝对不可能是错觉，但它现在却凭空消失了。正当我陷入恐惧时，手机荧幕突然自动亮起，前镜头开启，对准了我的脸。见鬼！我吓得后退一步，手中的手机差点摔落，但荧幕却在那一刻显示出了一个熟悉的画面。荧幕中的我微微歪着头，嘴角裂开，露出一口锋利的牙齿，正对着我笑。我僵在原地，浑身血液冰冷。不对，
那不是我。我颤抖着转过头，望向浴室的镜子。镜子里的我依然站在原地，但他眨了眨眼，而我并没有动。我的呼吸瞬间凝固，恐惧狠狠地钳制住我的喉咙。镜子里的我缓缓地抬起手，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脖子上，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收紧指尖，像是在掐住自己的喉咙。啊！我惊恐地倒退一步，但镜子里的身影却丝毫没有停下，反而笑得更诡异了。他不再是我的倒影了。我颤抖着伸出手，想要触碰镜子，但就在指尖即将碰到玻璃的瞬间，镜子里的我猛地伸出手，从玻璃里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瞬间窜上来，我尖叫着想要挣脱，但那只手的力气大得惊人，死死地攥住我，将我往镜子里拉去。不，放开我！我拼命挣扎，整个人被拉得越来越近，脸几乎贴上了镜面。我的倒影嘴角裂开，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，缓缓地低声说道：“这一次换你进来了。”下一秒，镜面如水波般震荡，一股强大的吸力猛然将我拉入镜子内。世界天旋地转，视线变得模糊，空气中传来低沉的耳语声，数不清的细碎声音在我耳边低语，仿佛有无数个人在窃窃私语。我拼命地挣扎，双手乱抓，突然间，我感觉到自己重重地摔在冰冷的地板上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仍然站在浴室里，镜子完好无损，没有任何异状。我喘着气，手脚发软地撑住洗手台，心跳快得几乎失控。刚刚只是一场梦，还是幻觉？我颤抖地抬头看向镜子，里面依旧映照着我的身影。但当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镜子里的我嘴角微微勾起，笑了，而现实中的我并没有笑。那天晚上，时间刚过午夜，我正躺在床上滑着手机，眼皮有些沉重，却还没有真正睡着。窗外没有月光，房间里只剩手机荧幕的微光，映照着我疲倦的脸。我正打算把手机放到一旁，就在这时，荧幕突然闪了一下，随后响起了一阵诡异的铃声，汪汪汪，来电显示的号码全是零。我皱起眉头，心里升起一股不安。这是什么电话？诈骗吗？还是恶作剧？但这种号码格式，我从来没见过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划开荧幕，接通了电话。喂。电话那头没有声音，只有一阵低沉的杂音，夹杂着仿佛是风吹过麦田的沙沙声。我正准备挂断，忽然一个机械化的声音响起：“你的时间只剩下10分钟。”我的心猛地一缩，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颤抖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皱眉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。在这通电话结束前，机械声继续说道：“你必须离开你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否则你会死。”我嗤笑了一声，虽然感到有些不安，但仍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通恶作剧。你在开玩笑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机械声再次响起，倒计时开始。我正想反驳，却听到手机发出滴的一声，紧接着荧幕上自动跳出一个计时器：9点59分、9点58分、9点57分。我怔住了，心跳开始加快。这是一个恶作剧 App 吗？病毒？但我并没有下载任何奇怪的程式啊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，仿佛是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磨蹭，发出咔咔咔的细微响动。我猛地屏住呼吸，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有声音？倒计时继续减少
8点34分、8点33分。我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房门口，伸手握住门把，慢慢地转开一条缝，朝楼下望去。客厅的灯是关着的，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，洒进一丝昏黄的光。起初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但当我视线适应了黑暗，心脏却差点停跳。客厅角落有一个影子，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身形消瘦，四肢异常细长，头微微低垂着，看不清脸部。地板上有一条深色的痕迹，像是什么东西被拖行过，延伸到客厅中央。7点45分、7点44分，我的胃部一阵抽搐，强迫自己冷静，不发出任何声音。但此刻，我的手机荧幕突然亮起来，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。那个影子猛然动了，它缓慢地抬起头，动作诡异的像是生锈的机械。然后，它的头颅猛地咔的一声歪向一边，朝着我所在的方向直直地盯过来。我瞬间毛骨悚然，顾不上任何东西，迅速关上房门，锁住门锁，整个人缩到床边，颤抖地握着手机。6点22分、6点21分，手机再次震动，我颤抖着低头看到同样的0号码又打来了。这次我不敢接，但电话铃声却没停，甚至越来越大声，好像整个房间都在共鸣。我捂住耳朵，闭上眼睛，试图让自己冷静，但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咚咚咚。那声音极为缓慢，带着一种诡异的节奏，似乎是在等待我的回应。5点10分、5点09分，我捏紧手机，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房门。门缝下突然出现了一道阴影，慢慢地在门口徘徊，像是某种东西正贴在门上，静静地聆听着我的动静。4点30分、4点29分，然后那东西开始低语，声音细碎而尖锐，像是无数个声音重叠在一起，交织成一种诡异的呢喃。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但他的声音仿佛能钻进我的脑海，让我头皮发麻，手脚冰冷。3点15分、3点14分，我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甚至不敢呼吸。这时，手机荧幕闪烁了一下，又出现了一条新讯息：他知道你还在房间里。2点45分、2点44分，房门把手缓缓转动。不，我喃喃低语，紧贴着墙壁，身体颤抖得几乎无法控制。2点10分、2点09分，门把停下了。房间内的空气变得无比安静，安静的异常，仿佛世界停止了一般。1点30分、1点29分，然后门上的锁自己转动了。0点45分、0点44分，门缝开始缓缓地打开，一只枯瘦的手指缓缓地从缝隙里探了进来。0点20分、0点19分，那东西开始爬进来了。我绝望地紧握手机，双腿无力地蜷缩在角落，眼睁睁地看着它慢慢逼近。0点10分、0点09分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荧幕上跳出最后一条讯息：电话结束后，你将会消失。0点05分、0点04分，黑暗吞噬了一切。手机荧幕熄灭，计时器消失了，房间陷入死寂。第二天清晨，邻居报警，警察破门而入，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。我的手机静静地躺在地上，荧幕上只显示着最后一条通话记录：已接听来电0点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
我们下次见。